今天希望可以一起对明明关系有问题，但是却分不了手的当事人，还有那些真的不关你的事，但又看不下去那些人身边的人促膝长谈。为什么朋友会这样子处理感情？难道他不知道对方是渣男吗？难道他不知道那个女生只爱他钱吗？难道他不知道妈妈就是在情绪勒索他吗？他男友都去跟别人过夜，抓到好几次了，为什么他还是放不下他？然后朋友就会说，你绝对不要回头，离开烂人就像出狱一样，你绝对千万不要回头。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欢迎回到理科太太。你有分不了手的烂情人，辞不了的烂工作，躲不掉的恐怖家人吗？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为什么你头脑知道，身体却走不了。如果你是分不了手又离不开的那位，请带着轻松的心情观赏。如果你是因为太身临其境，气得半死的亲友团，也希望你看完之后可以舒缓一下你的怒气和无奈，因为当事人不过也就是人之常情而已。今天希望可以一起对明明关系有问题，但是却分不了手的当事人，还有那些真的不关你的事，但又看不下去那些人身边的人促膝长谈。为什么他会做这些看似脑子破洞、无条件为对方做牛做马、鬼打墙，不断为对方找借口，不断给对方机会的行为？了解背后的原因，身边的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和支持他们。很荣幸的粉丝和朋友有感情问题的时候，常常会问我意见，这大多包含提出自己的问题，还有看不惯别人的时候提出来。十分不解为什么朋友会这样子处理感情？难道他不知道对方是渣男吗？难道他不知道那个女生只爱他钱吗？难道他不知道妈妈就是在情绪勒索他吗？没有错，他当然都知道，他们都不是笨蛋，甚至在世界上飞黄腾达，工作能力爆表，甚至赚的也比你还要多。但为什么聪明人还是会做出不合理的事呢？因为这些举动虽然不合理，但却符合他心中的需求，不管是内心或是外在。让我们继续探讨下去，就可以破解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。针对我个人而言，对于朋友的感情，除非他真的发出求救讯号，想要我跟他说点什么，不然我觉得对于别人的感情，外人怎么讲都是浪费力气。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就算你真的巨细靡遗知道两人交往的所有细节，你也没有办法完全清楚两个当事者的成长背景，还有心里的洞到底有多大多深，要用什么东西来填。对于身边的人来说，试图去理解那些你怎么会分不了手，找出真正的原因，才能真正陪他一起走出不好的关系。不管对方是要跟渣男分手，还是要远离情绪勒索的对象，大家都有被烫到过吧？手上拿到很烫的东西，我们很自然的反射就是会把它丢掉，因为对我们而言，那个很烫的东西带来的只有痛跟伤害。但一段想走但走不了的关系，烫手了但是又丢不掉，里面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。如果我们能抽丝剥茧，找出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，分析或许这个东西不需要在那个很烫的东西身上也能同样取得，一瞬间离开那段关系，就像丢掉烫手山芋一样那么简单。有天早上我突然接到朋友一通电话，那个时间很明显就是他前一个晚上都没睡，然后硬等到一个感觉比较有礼貌的时间才可以打电话过来，所以我当下就觉得一定出什么事了。那个朋友跟我讲说，她男友都去跟别人过夜，抓到好几次了，为什么他还是放不下他？话说通常这样的人旁边一定会有很多个看不下的朋友，然后朋友就会说你绝对不要回头，离开烂人就像出狱一样，你绝对千万不要回头。以前的我当然就是很不理解啊，为什么你要故意让自己不好过？你明明就知道这个人不好，我干嘛要帮你紧张？时间久了甚至会觉得你真的就是自找活该，活该你现在过这么惨。但经过很久的咨商之后，我开始在那些关系里看到大家做决定的因子，原来一切的关系都是交换。情侣刚开始在交往的时候，其实从第一次吵架，对方的行为反应你就可以略知一二。那大多数的人会因为热恋选择不去在意，热恋期大概你知道就是身体的交换，但之后对方在做错事的时候，你开始帮对方找理由、找借口、给机会，大多是因为好死不死你内心里的某个需求刚好被对方补着。那你可能会觉得，那不求回报的爱呢？其实给不求回报的爱，给予爱的人可以从中或许得到满足跟被需要的感觉啊。关系并不是交换就不是真的爱，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深入一点看清楚，实际上人际关系就是个双向道，有以物易物的交换，也有我们无法一眼看穿，多半是内心需求的交换。就算是表面上看似超级单向和不平衡的关系，你如果仔细看，一定看得到双方互相到底得到了什么。不管一方看起来是不是简直吃亏到了极点，被骗财骗色，还要被嫌弃之后还硬要倒贴上去。比如说爱情绪勒索的母亲会对儿子的照顾，或许妈妈可以得到控制，儿子会得到财务上的支持。邪教教主和被骗钱的教徒，被骗钱的教徒或许在邪教教主里面得到了接纳，被家暴的太太或许在先生身上找到一辈子不离不弃的关注。
从小到大都要靠自己独立的你，是不是在恐怖情人身上找到陪伴呢？财务上的支持让儿子继续被情绪勒索，这辈子没被接纳过的教徒从教主身上得到安慰，被家暴的太太宁愿把身上的淤青遮起来，也不愿意再重新回顾类似小时候被爸妈抛弃的感觉。因为我们生长过程和经历不一样，心中的缺口和需求也不同。对于你关心的人，为什么会因为某个看似简单的原因就做出这样的事情？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理解和陪伴，一起谈谈为什么他会在意那个需求，是因为小时候怎么了吗？经历过什么了吗？努力张开眼睛，找出无法割舍烂关系的原因是什么？人的动力来源是爱和恐惧，诚实面对自己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对方又因此满足了你什么样一眼无法看穿的需求？当你把从烂关系能得到的内在需求移除掉，烂关系就只变成是颗烫手山芋，转身离开就会变得容易一些。最后我想要跟你讲，我想要 quote《身影少女》里面的台词：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，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，然后挥手道别。把自己活得完整，就不会因为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身上的缺口，就误认了那是爱的形状。这些不好关系的出现，或许只是为了教会我们如何勇敢的爱自己。那今天就这样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帮我在留言分享。如果还没订阅的话，请帮我订阅一下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